醒！太子，快过来抓我呀！太子，来，你个小妖精，过来吧你！太子，你现在是监国太子，我来拿圣旨，你盖玉玺。你每下一道圣旨，我为你脱一件衣服，可好？妙啊，这样更刺激。太子，来看。赏秦言儿白银千万里，见欢喜殿一座。好，赏。主上哟，老头子说话了，快！匈奴雄壮，歌城池久作赠与君，以结世代友好。好。区9座城池而已，送了。太子威武！太子，禅让监国太子之位，赠与秦松。太子，当太子多累呀！你与我在欢喜殿里日日笙歌，多美！是挺美的，但是赠与秦松是不是不妥呀？太子，您盖下这道圣旨，我在皇帝面前给您当马骑，怎么样？当马骑？好。死了！谁？太子诈尸了！我竟然穿越了，我居然穿越成太子了！这是什么？居然来蛊惑我弃皇帝，花老子1000万两建欢喜殿，割让9座城池赠与匈奴，还让我禅让太子之位。我刚当太子就想让我亡国！太子，你没事就好，干嘛对奴家发这么大的火呀？这圣旨……你还敢提圣旨？想让老子禅让太子之位，没门！这江山是老子的。你开窍了，老皇帝让你气死，国库让你亏光，还赠了匈奴9座城池，想反悔来不及了！来人呐，太子疯了，杀皇上了！救驾！皇上真没气儿了。是太子，他非要强迫我在皇上面前行苟且之事，把皇上给气死了。荒淫弑君，太子大逆不道，当诛！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！你这个妖女，竟敢伙同你亲哥谋反，你就不怕诛九族吗？来人，护驾！谋反？我们是肃清朝纲，这里面全都是我们的人。太子啊，不，夏正，你弑君之罪，物证人证俱在，还不赶快俯首就诛？慢着，夏正，你现在唯一活命的机会，就是把大夏让给我。你想想，国库亏空，匈奴逼近，民怒沸腾，你怎么能应付得了呢？好像是挺麻烦的。我还以为这个白痴长老子原来还是这么废物。那你把圣旨拿来，只要我盖上玉玺，你就能饶我一命。那是自然。来吧。哎呀，哎呦，哦，当老子傻，把皇位交给你们，让你们勾结外贼去卖国求荣。割城池9座，劫贼欢心，休想！都给老子听着！
只要老子执政1天，我大夏不纳贡不割地，无非就是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你的意思是要和匈奴撕破脸皮，割城纳贡？这早就和匈奴谈好的了，他们答应换我们5年太平。你知道和匈奴翻脸之后后果是什么吗？匈奴南下，大夏易主。大夏宁愿站着生，也不跪着死。说得好，还宁愿站着生，不愿跪着死。我看大夏谁愿意死？动手杀了他！好大的胆！于剑家，你疯了吗？你救夏正，你俩不是不死不休吗？于剑家他怎么来了？他可是大夏第1高手。你怕什么？就算他是大夏第1高手，还能抵得过千军万马？于剑家，你当众被夏正休掉，沦为大夏第1笑柄。他当时怎么说你来着？冰冷无趣，还不如个太监。你现在还想要保他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什么？你刚才说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可是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好，那我愿意。你愿意什么？我愿意为大夏赴死。今天我保了，阎王来了也没用。我说的。我老婆大人好美啊，好有安全感。你一个弃妃，你凭什么保她？凭我这把诛杀万敌3尺清风，凭我80万教头禁军统领的资格，凭我动一下，你们3个就要人头落地。你还有异议？秦将军，事情有变，咱们不能死扛，死扛都得死这儿。要不咱们先撤，明日朝堂之上咱们再做高下。哥，不如我们回去和父相商量一下，我们再做决定。明天朝堂逼他退位也来得及。先走吧。夏正，明天朝堂之上，我父相会公审你。这个皇位，你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。梁大人，我们走。便宜老爹，你可别死啊！我可不想亡国。放肆！你竟敢对陛下龙体不敬，还是你真想害死陛下？你的意思是，皇上没死？陛下患肺痈，久咳不愈，如今脉搏微弱，我只能用内力吊住陛下的命，但是无法唤醒陛下。肺痈？那不就是肺结核吗？得用青霉素啊！你又说什么废话？哎呀，爱妃，你先用内力吊住陛下的命，这件事情交给我。谁是你爱妃？我就是个弃妃，况且连神医都对陛下的病情毫无对策，交给你又有什么用？哎呀，小龟子，传闻太子弑君，可有此事？你会杀你爹吗？你从小随我左右，还怀疑我？他现在没死，得用青霉素。青霉素那是何物？赶紧去御膳房找陈介卤菜，要找那种埋藏年份久的，最好把上面的青霉挖一点出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弄点卤汁过来也行。陈介卤菜倒是常州有进贡，只是这东西真的管用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快去！幸亏便宜老爹得的是肺结核，要是其他病我还不一定有办法。这陈介卤菜可是比西方早500年发生的天然青霉素啊！我要为陛下传功了，不需要有外人在场。哎，爱妃，滚！好嘞。爹，那老皇帝都死了，我们为什么今天不反？自古成大事者，既能耐得住寂寞，也要稳得住脚跟。不过这个傻太子连下了3道昏庸圣旨，臣臣纳贡，亏空国库，太子禅位，这是理所应当。这事稳了。稳？除非他老子能活过来。死人怎么能活过来？老皇帝都凉透了。夏正，你还有脸坐在龙椅之上？今天我们列举了你3大罪状，要在文武百官面前公审你。公审我？我倒是头一回听说还有公审太子的。秦相，这是你的主意吧？
哎呦，太子明鉴，老臣自然不支持公审太子。不过满朝文武有颇多疑虑，还请太子允许他们提出，以便太子一一解释。好一个大义凛然的秦相啊！秦松，我看你跳的最欢，不如你先来说说。下诏，你且听好：荒淫无道，在皇帝面前行苟且之事，气死皇上，这是罪一，你可忍？得罪匈奴，破坏我们跟匈奴的太平时光，害我们大夏于水火，这是罪二。继续。铺张浪费，亏空国库，这是罪三。更别提你连下几道荒唐圣旨，让大夏万民怨声载道。请下朕立刻下罪己诏，退位让贤。下罪己诏，退位让贤。下罪己诏，退位让贤。罪己诏，秦相，这个也是你指使的吧？实在是民意沸腾，还请太子殿下先行解释。秦相，那我就先解释解释。秦左会，你可知罪？太子殿下圣明，老臣何罪之有？他们说我荒淫无道，我且问你，这秦嫣儿可是你秦相的嫡女？你自己荒淫还说嫣儿？谁不知道嫣儿温良贤淑？闭嘴！我和你老子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？老子不退位，尔等皆是臣子，臣子就是本殿下的儿子。我和你两个老爹在说话，有你什么份儿？你太子所言极是，孙儿没有规矩。不过满朝文武皆是陛下的臣子，所以满朝文武更担心的是陛下龙体的状况。秦相原来是担心我父皇的龙体，真不愧是我父皇养了50多年的好儿子，够孝顺。夏正，你不要图一时口舌之快，你的第一项罪名你还没有解释清楚呢。那皇上是怎么被你气死的？你们一口一个说我气死了皇帝，我问你们，谁说皇帝死了？昨天我亲眼所见，我亲手所视，皇上他确实是归西了呀。哦，你确定？我当然想清楚再说。万一皇上没死，你这诅咒龙上死的罪名，可是要抄家问斩的呀。陛下龙体是否安康？我已请李太医去诊脉了。你开罪匈奴，陷大夏于水火，怎么说？哼，现在又不纠结我的罪一了。哎，你这么一说还提醒我了，说我荒淫无道。哎，说到这个妖女秦嫣儿，我是该好好想想怎么蹂躏蹂躏她，然后杀了她。是非公道自在人心，匈奴的事儿你怎么说？什么怎么说？你说了割让9座城池又毁约，现在大军都压境了。大军压境了呀！秦相，作为大夏的顶梁之臣，你有什么好的办法？匈奴凶残，老臣暂无办法。各位爱卿，大夏顶梁之主可有良策？又或者谁愿意带兵呢？秦相，以你为首的这些大臣，可真是一群废物！你才废物呢！怎么说你们是一群废物还不乐意了？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国，不是废物又是什么？秦松，我看你面色不忿，你是禁军统领，又拜虎贲将军，不如你去出战。我出战？那可是匈奴以一敌10，我怎么出战？再说这是你的事儿，与我何干？好一个与我何干！既然你不愿意为国解忧，我看你这虎贲将军就不用当了。你撤职！太子殿下，那匈奴所求的只是钱财和土地，如果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1倍，一定会让匈奴满意，平其心中怒火，保我们大夏10年太平啊！双倍赔偿啊！梁爱卿，你可愿意做？虽然难度很大，但是老臣愿意做这个和事佬。梁爱卿果然是本殿下的好智囊。来人，去梁府尹家把钱财全都缴了。还有家里女眷一起给匈奴送过，让他们享乐享乐，消消气。梁爱卿，匈奴消气了，自然会退兵。这等利国利民的好事，想必梁爱卿应该很乐意吧？哎，对了，我还听闻梁爱卿擅长吹箫，
不如一同前去匈奴那里，在他们玩弄你家女眷的时候，你在一旁给他们吹箫助乐。夏正，如果你敢这么做，史书上一定会让你遗臭万年。我在乎吗？来人，马上去梁府尹家，连母口都别放过，给匈奴送过去！连母口都别放过，给匈奴送过去！哟，梁爱卿这是想要为国家贡献兴奋过度了，还是有什么特殊癖好？殿下，不可呀，殿下。梁爱卿也知道送礼送钱是错的。哎，是的，是臣口误，口误。为朕先妾，送礼送钱，苟且求和，你们一个个的都是废物，太监都不如。昨天我就说过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今后谁要是再提割地赔款之事，老子就现抄了谁的家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陛下驾崩了！李太医，你一直是皇上身边贴身御医，一直为皇上治病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回禀卿相，昨日臣听闻陛下龙体欠安，奈何前太子妃一直不让臣觐见陛下。刚才臣为陛下诊脉，臣确定陛下已经先去了。此话当真？陛下为何先去？据臣检查，陛下昨夜突受刺激，命悬一线。如果当时臣能救陛下，尚有10分把握能治好陛下。可惜为时已晚。还有什么？臣在陛下体内发现了奇毒，正是那奇毒最终让陛下殒命。什么毒？是臣借卤菜里面的青梅之毒。我问过御膳房，昨日太子宫中的小桂子曾去过那儿，并取了臣借卤菜里面的青梅。我在陛下口中发现的正是青梅残痕。小桂子，夏正，小桂子可是你贴身太监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难道你还要狡辩说小桂子不是听你指挥？小桂子自然听我指使。好，那你是承认害陛下了。太子，小桂子是你贴身的侍从，那你就是亲自给陛下服下了青梅之毒。没错。大胆！朗朗乾坤之下，大夏朝堂之上，你竟敢真的给陛下服毒！太子，你就怪不得老臣了。下毒？谁说我给陛下下毒了？你还敢狡辩？那青梅之毒乃是食物腐烂所生，3岁小孩都知道不能吃。你不是下毒，又是干什么？陛下受奸人所害，我以禁军统领虎贲将军之职，号令禁军缉拿夏正，为陛下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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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夏正，你弑君杀父，自古以来都是罪大恶极。贵为太子，我等朝臣在朝堂之上也要肃清朝纲。你刚才所说爱国惜民，我等朝臣也不愿意在朝堂之上看到所谓的流血。你自裁谢罪吧。副相给足你面子，赶紧自裁吧。我们大夏不需要一个弑君弑父的人来做皇帝。别逼我动手，赶快自裁吧。自裁？行啊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今天我必要血溅金銮殿。皇上驾到！你们好大的胆！丞相，这陛下他……陛下，您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刚才差点误会太子了。对，差点误会。误会？刚才不是还让我自裁，怎么就误会了？刚才我跟监家一直在门外，听到你们说太子的3条罪，还有我这些好大臣们应对的办法，太欣慰了，都要把朕的江山白送给匈奴了。梁爷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陛下，微臣不敢，微臣该死。对，是他，李太医说您闲事的呀。陛下，方才臣为您诊脉，确无生机，而且您口中确有青梅之毒。毒你妹，连青霉素都不懂。父皇得的是肺痈，只有青霉素才能救他。你之前给他号脉，是因为监夹刚给父皇输送了内力，父皇正在归养休息。说，是谁让你谎报病情的？你
你开一误诊，险些害了陛下，百死不辞。我靠！秦松，谁来杀人的？我乃禁军统领，拜虎贲将军。有人对陛下不忠，我杀他乃是分内之事。我刚才已经撤了你的职。我虎贲将军乃是陛下所赐，殿下没有虎符，撤不了。父皇，这个秦松对待匈奴唯唯诺诺，对一个太医却重拳出击，这等废物，撤了他将军职位。皇上不可呀！陛下，如果这个时候撤了秦将军的封号，那谁来抗击匈奴啊？秦相，你说呢？回禀皇上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一切听皇上的。无故撤了军中主心骨，着实不妥呀。就他还是军中主心骨，我看他脑袋空空，不是废物是什么？你胡说！我博览群书，我读了上百卷书，我怎么脑袋空空？既然这样，父皇，不如我出3个儿童都会的题，考考秦将军。如果他能答上来，儿臣当面给他赔礼道歉；如果他答不上来，那就撤了他将军职位。秦将军如何？陛下圣谕，如果我赢了，请陛下降旨，让太子当着众人的面给我侦查道歉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第一题，什么东西你脸上有，胸上有，屁股上也有肉？是月亮的月。哈哈哈，妙啊！太子说的对，我大意了。再来。第二题，什么光能带来痛苦，令你难以接受？红光。是刺眼的光。是耳光。第三题，我这耳光打在什么地方，秦将军不觉得疼呢？手上，脚上，蠢货，自然是打在秦相的脸上，你不会疼了？蠢货，自然是打在秦相的脸上，你不会疼了？爹，父皇。刚才这3道题，连3岁小孩都能答上来，秦将军却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不是废物，是什么？下诏夺秦松虎贲将军称号，撤出军中一切职务。陛下，我乏了，后面有事儿找太子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依然由太子监国。陛下，请您一定保重龙体啊！不过10日之后，匈奴使臣将会来侵，此次匈奴前来，来势汹汹，不知我大夏朝该如何应对啊？秦相，你耳朵是聋了吗？陛下刚说了让我监国，匈奴使者来，自然是我来对付。太子对付自然是极好的，不过太子之前下了一道圣旨，修建欢喜殿斥资1000万两，导致国库亏空。如今军需物资还有皇宫用度，又需这1000万两。不知太子该如何应对？5日酬银，可否？当然可以。太子殿下，这欢喜殿已然动工，如果贸然裁撤工人及其家眷的话，将会流离失所，请太子三思。这欢喜殿自然是要建的，不过要改成北征殿。匈奴1日不破，我1日不住。好，自然是好的。你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。这欢喜殿可是因为那妖女秦嫣儿蛊惑所建。父皇，你也见到了那秦嫣儿是如何蛊惑我，我要将这妖女囚禁起来，免得祸国殃民。你敢？所言极是，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你妹绑进宫来？放心，我又不会杀了她，只是把她囚禁起来，慢慢陪她玩。如今嫣儿是太子妃，既然是太子妃，就是太子的人，任凭太子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丞相深明大义，没别的事，退朝。退朝！告退！爹，畜生，跪下！父皇。你竟然敢在为父面前行荒唐事，还休了余家之女，更为大夏
惹下诸多祸端，你知罪吗？那都是你宝贝儿子做的，老子只是过来收拾烂摊子。父皇，父皇，儿臣知罪了。儿臣在父皇打醒儿臣之后，儿臣宛如开窍一般。开窍？怪不得你懂得那些什么青霉素之法。为父倒是好了很多。那我问你，你那句君王死社稷是真心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不怕匈奴？区区匈奴，我非但不怕，我还要封狼居胥，拜官君侯。你是太子，咋能封侯？罢了，我之后一切都是你的了。你惹的那些烂摊子，你自己去管。如果这件事情你处理不好，皇位将与你无关。父皇，瞧好吧。起来吧，蒹葭是个好孩子，这次他为朕输送内力，你要好生待他。请殿下自重。爱妃，这是干什么？爱妃误会了，我是算到今日应该是你月事之日，我有一物可帮你缓解腹痛。爱妃误会了，我是算到今日应该是你月事之日，我有一物可帮你缓解腹痛。何物？小龟子。这药要想发挥此药效的完全功效，还得配合我独门的推拿手法。你看，父皇的病我都治好了，此手法名为死帕，我当着父皇的面还能占你便宜不成？蒹葭，你让他试试。你若敢乱来，此剑必斩你。哎，怎么样，舒服吧？嗯，果然肤若凝脂，体香诱人呐。哎，父皇，刚才儿臣所按之位，乃是太子妃丹田所在之处，需用儿臣独家手法将药物化解，不然药物堆积，日后恐难有孕。蒹葭，感觉如何？启禀陛下，我没事了。殿下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处理国库亏空的事吧。此事我有办法，匈奴不日而至，爱妃，我只能相信你了。爱妃，我只能相信你了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虽为女子，但亦可斩敌杀贼。斩敌杀贼倒不用，对付匈奴不光是要钱，最重要的是武力值。爱妃，这是炸药和步枪图纸，你秘密找一批顶尖工匠，将它们打造出来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一定可以大败匈奴。老子10几年骨灰级绝密，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。就凭这些，相信我。好，我立刻安排密卫寻找匠人制作。另外，你父亲于谦作为清流，我打算在朝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。一切凭殿下安排。爹，我不想被囚啊！你快救救我！爹，你老东西居然没死，要不咱们计划提前，不然妹妹怎么办？时机未到。虽然这个夏家王朝是强弩之末，君王死社稷，等到匈奴使者一来，他们会跪着来求我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现在国库亏空，那白痴太子不会随便抄家吧？这个太子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不过就算抄家，谁又能抄出1000万？除非抄我们家。放屁！这个老东西不死着实蹊跷，但我埋的那个伏笔就快要派上用场。你去把他给我找来。是，娘儿，这几日就要委屈你了。爹，救救我！爹，你救救我！太子殿下，
太子妃呢？不是让你请她过来吗？殿下，太子妃说自己是弃妃，不便来这儿。不过我看她好像是帮您筹银去了。的确是个好老婆，不过我怎么用得着她替我筹银呢？殿下，这都过去1天了，您怎么还不着急？急什么呀？还差几样东西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你，这宫中谁最富有？自然是赵皇妃，3皇子的生母，跟秦相有亲戚，母家是江南首富。好，就她了。殿下，您不会是要抄家吧？赵皇妃我们可不敢啊。我抄个毛线啊！我是那么没有水平的人吗？啊，对了，秦儿子呢？去把她给我提来。我去传令。殿下，我好苦啊！你是忘了奴家吗？你就真的忍心囚禁奴家？捡起来穿上。殿下，这是何物啊？女仆装，这是本殿下专门为你这种风骚女设计的。奴家只为你风骚，我这就去穿。还不是个精虫上脑的白痴，我略动手段就能让你沉迷。殿下，哎，别动！等着。哎，手扶着门框。哎，抬腿，抬腿，抬右腿。好，撅屁股，抬点下巴。百姓们，你们有福了，让你们见识一下21世纪的福利机。殿下，光看多没意思啊！让奴家来伺候你。凭你，你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机，还想伺候我，真是冒昧的家伙呀！滚滚滚滚滚！爱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殿下送点东西。这里是我的嫁妆，还有我们家所有的家财，拿去赈灾吧。多好的老婆呀，被休了还想着我。呵呵，爱妃不用担心，钱的问题我能解决。对了，过2天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。不需要，你有何想法？可需要帮忙？现在还在前期准备阶段，我会让小贵子去请赵皇妃。赵皇妃乃是皇宫里大名鼎鼎的贤妃，母家富足，更是太子殿下您的继母，想来定会伸出援手。他伸出援手，你可别忘了，他儿子也是皇子，他不落井下石就已经不错了。太子殿下，赵皇妃说她没空，让您去拜见她这个长辈。太子殿下的命令，他也敢拒绝？无妨，不必计较。过2天他肯定会求着来见我的。哎，仙家，去准备图纸上这些东西。明天开始，我们正式募资。殿下，您这还不是抄家？我抄什么家？你且送去。是。赵皇妃，什么？让我赵家筹银500万两，回去告诉太子，那不可能。启禀皇妃，殿下说了，这事儿要您亲自去跟他说。岂有此理！我倒要看看你卖的什么药。带路。太子呢？我已在此等了3炷香的时间，他怎么还没出来？启禀皇妃，您来的时候我已通报过太子殿下，他现在还没来，应当是有什么急事儿吧？我乃太子长辈，名义上的母亲，他怎敢让我在此久候？太子殿下说，您若是不愿等，大可离开，改日再约。哼，
本皇妃倒要看看太子要亮武到什么时候。哟，皇妃还没走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昨夜政务太多，处理晚了，一觉啊就睡到现在。太子殿下好大的架子啊！是又如何？我乃大夏国太子，有点架子挺正常。太子殿下要为军队募资，我理解，但让我赵家出500万两，没有。哼，那就要看看皇妃的诚意了。最近啊，批业奏折太多，我这双手啊酸软无力，还请皇妃帮我把衣服穿好。你敢？我可是皇妃，我是你父皇的人。来人，现在就去赵家募银，没有的话马上抄家。放肆！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我刚才看你快摔了，扶你一下，你不应该感激我吗？我若给你穿衣，你就放弃这无理的条款。是啊。赵皇妃果然贤淑，见遗物，与军队募资。这玉簪虽是极品，但也就价值白银1000两。太子殿下，募资不够，可需要我儿回来主事。三皇子，就他能募集1000万两白银，我看你是准备让他啃老吧？你给我等着！富婆的玉簪，福利期的照片，现在就差一个压箱底的东西了。去找老头子。父皇，义子，听赵皇妃说你要操他的母家。父皇，那都是假的，儿臣自有妙计。堂堂皇帝现在因为内库无钱，连吃药都吃不起。4天，这个月大臣和内宫的俸禄都要发不下去了，更何况将士们的军需和物资，小朕怎么能不急？区区银钱，儿臣只需要3天时间。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现在内库的银两空缺，只有2000万两之巨。3天时间，这2000万就是大夏的首富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。父皇不用担心，不过还需要父皇配合，赠儿臣一副墨宝。墨宝？对，就随便写“皇恩浩荡”4个字即可。若要买官鬻爵，贩卖墨宝，朕绝不答应。父皇放心，到最后这墨宝一定还能回到你手里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皇家推出彩票玩法。以小博大，拼运气，这运气好了就能发大财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是在做什么呀？皇家推出了彩票玩法，只需要1两银子就可以买1张彩票，每刮开1张就显示是否中奖。这3等奖银票5000两，5000两，2等奖就是这只赵皇妃头上的玉簪，这价值诸位可都是知道，这不得了啊！还有，1等奖便是我朝中大臣秦相闺女的毒房写真。秦相之女，谁有谁信谁，谁看谁知道啊！我还特地准备了特等奖，这特等奖可是皇上亲自写的墨宝一副，这价值我不必多说了吧？1两银子就能买到如此昂贵的玉簪，我的天，我要买！没问题，大家放心，我以本太子的名义担保，但凡中奖，绝对100%兑奖，童叟无欺啊！玉簪算什么？关键是这秦相之女的毒房写真，怕是那些公子哥已经抢疯了。我要是能买到它，转手我就能赚10倍。10倍？10倍算什么？至少100倍！我也要买！我先来！哎，好来，这兄弟自己选一个。
安慰奖，这是什么？嚯，这位兄台运气好啊！这安慰奖直接是我们的白银100两。哇，给，哇，是真的！我要再买10张。哎，来，哎，不要抢，都有，慢慢来，你要几张？哎，好嘞，慢慢来，这是你的，来，给。太子殿下果然厉害，不过凭这里的这些人，恐怕也卖不了多少。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哎，各位，为了感谢大家的热情，我们今天特意推出了好友助力拼夕夕的玩法。各位，如果拉来好友购买彩票，就可以获得飞镖投掷转盘的机会，转盘上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兑换，比如再来一次，甚至还可以半价买彩票。哎呦，还有这样的好事啊！我赶紧让云婉来买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事，我赶紧叫人家。哎，快去！大家赶紧去啊！太子殿下果然有办法。哇，我中了！安慰奖100两银子，我中了！我也要！这彩票什么的好像挺有意思，1两可以博100两，还能把那白痴拿我的玉簪给赢回来。我要去试试。我要50张。气死我了！怎么都是谢谢惠顾？我已经花了50两了，再买30张，只要拿到安慰奖就不亏。不信了，给我来1000张。赵美女要1000张彩票，肯定能中特等奖。看来这是要把皇上的墨宝带回家去啊！肩胛收钱给彩票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已经花了那么多钱，我只要拿回我的簪子或者拿到特等奖，我就不亏。将军，太子那厮搞了一个什么彩票，生意还挺好。不光这个点，京城开了50个彩票点，1等奖是大小姐的闺房写真，岂有此理！我妹的画像怎么能流出给他们？你赶快带我去买1000张，不，买5000张，一定要把画像拿回来。是。那白痴太子居然用小妹的闺房画像搞什么彩票彩头，现在百姓都在嘲笑咱们秦家。这个小畜生，那彩票的销量怎么样？一张1两银子，但是想3天募集1000万两，肯定来不及。1000万两，2000万两，1000万两的军需物资和另外1000万两皇宫的用度，明日上朝，做好2手准备。如果他完成不了任务，而我们又能解开这燃眉之急，满朝文武之心皆在。如果那个老家伙不分青红皂白，第2手准备陛下，5日10日已到，时逢正午，不知道太子殿下募捐的资金够不够啊？对呀，皇上，今天也是发放俸禄的日子，百官都在等米下锅。微臣算了一下，今年国库应该需要2000万两。朕知道，还会少了你们的俸禄不成？你们呐，之前太子就说过，尔等臣子都是陛下的子民，开口闭口就找陛下要钱，你们要学会替陛下分忧。我先表个态，今年的俸禄本下不要。再说，尔等臣子提出的这些军需物资，没有必要一次性筹全嘛，又不是非要跟匈奴打仗。秦相高风亮节呀，我今年的俸禄也不要了。再加上军饷一推迟，那剩下的开销只剩下皇宫的开销和文武大臣的俸禄，加起来也就500多万两白银的缺口。 500万两虽巨，但之前本相已经答应过跟陛下分忧，那
本相就拉下这个老脸，跟各个商贾沟通，去募资筹款。这利钱嘛，只需要2成利息就够了。2成利息，1年500万两，光利息就100万。秦相，这利息钱你出吗？这钱怎么能让我副相出呢？我副相已经解决了朝廷最根本的问题，明年税钱一上来，还了不就是了吗？还还了就是，这2份利钱在民间都算高利贷了。你们秦家父子是要向我们皇家放高利贷啊！太子殿下，我父亲好心帮朝廷解决问题，怎么就成高利贷了呢？这是帮你擦屁股呢。你要是能解决资金问题，我父亲怎么会拉下脸面去求那些商贾呢？我用得着他的脸？谁给他的脸？那太子殿下的意思是不需要本相帮你渡过难关喽？本相是觉得你募资困难才特意出手的。之前不是说好5天之内筹集1000万两资金吗？那5日之内这1000万两是否筹到了呢？不是1000万两，是2000万两。太子殿下，我要是你就赶紧承认失败，接受我副相的好意。1000万两、2000万两，确实没有。你这是没有把陛下和我们这些文武大臣放到眼里呀！你为了个人的面子不让秦相出手，你是要饿死我们大家吗？梁大人是对我没有信心，那敢不敢打个赌？赌什么？就赌我和秦相谁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秦相解决，我自愿辞去太子之位；如果我解决，那么梁大人就辞去京城府尹之位，并把家产充公。这个害怕了？之前我的手段你们也都见到了，有什么不敢赌的？你不就用那个什么彩票吗？1张1两，你3天时间能凑20万两都不错了。怎么，你也想赌啊？那个太子殿下，你的募资都在那个盒子里装着的吗？如果我跟你赌，你不会另外做手脚，也不会再请外援吧？那是自然。那我有什么不敢赌的？不过如果你赌输了，你不但要辞去太子的职位，你还要给秦相跪下来赔礼谢罪。我说你们这些大臣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我跟你们打赌，我还会输？不是我们脑子有问题，是你那个箱子有问题。那么小个箱子装满了，它能装多少钱？就几根金条，还有少许的银票，充其量就几十万两。太子输了。梁大人，仔细看看，仔细看看，嘿，仔细看看。不对啊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！你看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这都是1万两1张的银票，1000万、2000万我是没有，不过3000万我倒是有的。压我！你上面放几块金条干什么？放着金砖是防止银票错乱呀。启禀父皇，儿臣信不辱命，3天之内筹集了3000万两白银。因为1000两银票太过窘杂，儿臣都换成了万两银票。当真有3000万两？好。我儿大财！梁大人啊，数清楚了吗？数清楚了。这下你输了。哎呀，我真没有想到，每一张都是1万的面值啊！你能想到个屁！来人啊，把他乌纱去了，抄家！殿下，我服了，我服了，我服了！皇上，救我，救我！秦相，救我呀，秦相！你听我说句话呀，秦相！秦相，梁大人让你救他，怎么不答应一声？回禀陛下，梁大人这事情属实甚，他刚才不过是跟太子开了一个玩笑，当不得真。何况梁大人手中还有一个惊天的秘密。如果刚才我输了，你也当玩笑吗？你说他有秘密，什么秘密？太子当真想知道？当真。启禀陛下，臣要求屏蔽百官，臣要单独向陛下汇报。有什么事是不能当着大臣一起说的？父皇，让他说吧。还是梁大人亲口说吧。太子殿下，千万不要后悔啊！陛下，
本来我是想单独给您禀报的，不过今天不得不说了，微臣乃京城府尹，也就是说，在京城的所有在籍在沪的都归我管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近一段时间，我们的太子性情大变，跟过去大不一样。朕知道，太子之前是顽劣，后来幡然醒悟，开窍了。不，因为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。这狗日的难道知道我是魂穿了？不然他怎么知道我是假的？胡说！我儿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启禀陛下，老臣也不敢相信这件事情。但是陛下可曾想过，最近这段时间，太子跟往日确实大有不同，一直窜到咱们大夏跟匈奴开战。我不知道陛下可曾想过，大夏和匈奴开战，哪一国更受益呀？梁国。没错，老臣怀疑当今太子殿下是梁国的奸细。放屁！什么梁国奸细？老子是土生土长的大夏人。你是土生土长的大夏人，那本殿下是谁？父皇。我靠，又一个太子，难道我不是魂穿？父皇，儿臣苦啊！两人勾结一奸家，把孩儿唤出皇宫，这是奸细进来，他就是为了颠覆我们大夏的百年基业啊！又一个正儿啊！没想到这白痴太子真的解决了钱财问题，不得不让隐藏3年的假太子提前出现。父皇，儿臣3岁那年掉入井下，这胳膊上的伤可以证明。还有6岁那年，孩儿吃枣糕差点被噎死，还是父皇把儿臣排除的。这件事情只有当时的太监跟您知道啊。对了，父皇，儿臣屁股上有个痣，这件事更是亲近的人才知。奸细，你敢当着众人的面脱下裤子给父皇看吗？我靠，我怎么知道我屁股上有没有痣啊？关键听这意思，难不成我前身真的是奸细？太子，我姑且称你为太子，你敢验明正身吗？太子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父皇，当众脱裤子是不是有点不妥呀？是不妥，还是你是假的？蛊惑大夏和匈奴打仗，还在3天筹集了3000万两。如果不是大梁做后盾，怕是不易吧？大梁留意我们大夏不是1天2天了，今天这可是下了血本了呀！太子，问你呢，当真是奸细？我脱裤子有什么不妥？不过要不要让你先脱呀？我先脱？我为什么先脱？怎么你有点慌了？那这样，你是不是更慌？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，我凑近就能闻到你的尿骚味，这种味道只有净身没净干净的太监身上才有，居然敢冒充本太子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是。荒唐！居然弄一个太监来糊弄朕！梁爷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我的太子？朕的太子怎么可能是个太监？父皇，这假太子刚要说话便死了，恐怕这幕后指使就在这朝堂之上。太子所言极是，本官乃百官之首，定当严惩幕后黑手。秦相，这会儿不怀疑本太子了？太子乃千金之躯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地上的死鬼才是假太子。梁爷，你诬陷太子扰乱朝纲，立刻治罪。我，畏罪自杀，好一个京城府尹！抬下去，曹家诛9族。太子虽然性情大变，但是开窍。朝中今后再有非议，下场如梁爷。诺。国库空虚之事，太子解决得很好。此后太子监国，如朕亲临，上斩1品大员，下诉顽劣刁民，如有违背，皆为抗旨。诺。
秦相，我之前只是名义上的监国，现在我有实权了，上斩一品大员。秦相就是一品吧？你怕了吗？回禀殿下，老臣行事光明磊落，有何惧之？不过老臣要提醒殿下，2日之后，匈奴使臣即将来京，对那9座城市讨个说法，不知殿下有何计策？提前了，小小匈奴，何况来的只是个使者团，何须计策？就不劳秦相费心了。陛下，老臣感觉旧疾复发，想要将养几日，先行告退。退朝！混账！没想到这都能让他翻盘。当初因为好把控，才把假太子阉割成了太监，没想到因为这个失控，弄巧成拙了。哎，不行，如今已然让这个小畜生成了气候，就算匈奴使者也不一定能压得住他。你去把三皇子给我找来，我要联合赵皇妃一起对付他。好。太子妃，你是没见到今天殿下有多么的英勇，先是拿出来3000万两银票，然后又拆穿了假太子的身份，那简直太神勇了。果然有点本事。唉，还是爱妃帮衬的好，要不是爱妃给父皇输送内力啊，我们早就成了刀下亡魂了。对了，爱妃，我让你找工匠设计的东西可好了，匈奴使者马上就要来了。已经连夜设计出来了，估计明天就能制作出来。只不过那东西真的能对付匈奴使者吗？匈奴使者的一贯伎俩不就是比试吗？无非就是文攻武治，有了那东西，我们还怕他们？小桂子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有话要跟爱妃单独说。太子殿下，有何话要单独与我说？之前休了你，是我不对，有朝一日我一定在万众瞩目之下帮你恢复身份。哎，爱妃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为陛下传功消耗了我9成功力，需要静养数日才能恢复。爱妃，你这是没力气了呀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这淫太子，我还以为你改了呢！你要是敢动我，我就自断经脉而死！爱妃，千万别做傻事啊！你忘了我是怎么治好你月事之痛的？其实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。果真？那你刚才……爱妃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好吗？怎么样？太子殿下，天色已晚，我先回去。哎，今天晚上要不就留这儿吧。匈奴使者马上就要来了，秦相呢？我父亲告病假，今日匈奴之事还需殿下自己应对。秦相病了，你没病啊？我病什么？我还要亲眼看见你今天怎么大败匈奴呢！我看着秦松卖国贼的样子，想不到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可用之人。不行，我需要自己人。启禀殿下，匈奴使者到了。太子殿下，我乃匈奴公主，特地来讨要那9座城池跟100万贡品。听说殿下答应我们又反悔了。我需要个说法。你需要什么说法？大夏乃天朝上国，给你也是赏你的，不给你，你也不能要。殿下出尔反尔，当真是要与我匈奴为敌？与你们为敌又如何？大夏好男儿没有一个是孬种。我听说你们此次前来，不就准备了几场比试吗？知道你们大夏人不肯轻易给我们割地赔款，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我们来比斗几场，文斗3场，武斗1场。只要是你们赢了，那割地赔款之事也就算了。但如果这次输了，希望殿下信守承诺。
好，来，先把契约奉上，让太子殿下签约画押，省得再赖账。公主殿下，不如我们再加点彩头。你要是输了的话，留下来给我当丫鬟如何？大胆！我们匈奴谷主是明月夜的人物，怎么能做你的丫鬟？那就没意思了。这叫什么赌注啊？关我大夏出东西，还是说你们知道你会输啊？笑话！我匈奴怎么会输？这次文斗，我有国师淳于凡，他号称当世第一智者；武斗，我有匈奴第一勇士阿大，那可是万人敌，生死虎豹的角色。一大夏有何人可比？淳于凡，当初和我们大夏第一智者葛红军比斗了3场都赢了的智者，完了。还有那武者，当时他一人可是斩杀我大夏上万将士，我大夏没有一合之敌啊！知道就好，太子殿下，如果真输了，我当你丫鬟又如何？但要加一条，如果你输了，我要秦嫣儿，并且还要你一双眼睛，你色眯眯的眼睛让我很不爽。好，那我们文斗3场，武斗1场，先文斗。这第一局是太子先出题，还是我们先来？让你们先来又如何？此物乃我匈奴集1万智者制作而成，取名为无解锁。若太子殿下你能1日内解开，此局便算你赢。卑鄙！10年1万智者研究制作，你居然让我们1天之内解开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恐怕你自己也解不开。我解不开那又如何？智斗未必也要我自己能解吧？赌约可是你们太子殿下自己答应下来的。皇兄，此物就是淳于凡和阁老比试者，根本无解。看来这局咱们先认输吧。太子殿下，你太自满了，这应该让我们三皇子上，而且由我们先出题。三皇子已经准备了几手绝对。皇兄，你拿我大夏城池太当儿戏了，想后悔没门儿。你们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这玩意儿不就是简陋的鲁班锁吗？很可惜啊，淳于凡，我是站在古人和历史上的肩膀吊打你跟玩一样。这么个东西解开大概需要1天的时间。太子殿下，你也可太能吹嘘了吧？若您能1日解开，那岂不说我们匈奴1万智者全都是蠢猪？呵呵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你们匈奴是不是蠢猪了。哼，看来你们匈奴还都是蠢猪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竟然真的解开了，连运珠香的时间都没到。他如何做到的呢？公主殿下，到我出题了吧？哼，太子殿下好走运，出题吧。听闻你们国师擅长算学，那我就出一道简单的算学题。现有鸡兔同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足，鸡兔各几许？49鸡？不对，此题无解。太子殿下以无解之题强人所难罢了。如此简单之题，国师竟然说无解，答案是23只鸡，12只兔子。此题竟然真的能解，你怎么会有如此智慧？明明传闻你这太子不学无术，荒淫无道啊！不可能，这是术数，连阁老都不可能有如此造诣，这比绝对更难。你怎么会这个？怎么，三皇子是盼着本殿下输吗？不是，公主殿下，3场文斗我已经赢了2场，剩下那1场还比吗？比，为何不比？若是再输，你就别回国了。听闻三皇子准备了千古绝对，我这里也有个绝对，还请大家赐教：海水招潮，朝朝潮，朝潮朝落。这就是难倒阁老的千年绝对，普通人连读都读不出来吧？听闻三皇子有才名，之前你说你准备了绝对，不如你们试试。海水潮，朝朝潮，这是绝对呀！100年来无人能解，你们这是耍赖啊！轮到我们出题，我们想怎么出就怎么出。太子殿下认输吗？没事儿，文斗结束，我们还有武斗。别着急啊，我大夏人才众多。秦松，秦相向来文采斐然，你去问问他。不，我爹告病，没精力。秦相果然神机妙算，知道今天要丢脸，请病假了。太子殿下，
您就别拖延时间了，回答不上来，咱就下一场。谁说我回答不上来？我只是看看我大夏是否还有能臣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现场的诸位都是垃圾。皇兄，你过分了！你说谁是垃圾？你看，垃圾极了。逞口舌之力有什么用？太子殿下，赶紧认输！你这匈奴蛮夷之地，还想跟我们大夏比划？你们垃圾可不代表我们大夏垃圾。听好了，我对浮云厂长厂长长萧。浮云厂长厂长长萧，对上来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葛大儒都对不上来，这可是100年都没人对出来的绝对，你怎么会？我不但会这个，我还会的更多。要不要免费送你一个？我随便出一个烟锁池塘柳，含金木水火土，你们怎么对？我还会调琴调心调，调调调来调调妙，你们又如何应对？不可能，你绝对不可能！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们匈奴都是蠢猪，还跟我们玩文化？呸！哼！我不但会绝配，我还会唐诗300首，宋词一大片，跟我比。公主，此人底蕴极深，我不是对手。废物！阿大，你上。公主殿下，我们总共比试4场，我已经赢了3场，这武斗还有必要吗？我不管，说是文斗武斗就要比完，你若不敢，就当我赢。我是怕这刀剑不长眼，再伤着。大夏都是病夫，能咬文嚼字又如何？战场上我屠你们如砍猪狗。你确定你不怕死吗？怕是你们大夏无人吧？没一个男人。给脸不要脸！我们大夏将士何在？我内急，我上茅房。快，把你们大夏第一高手叫出来！我早就想和他争天下第一了。太子妃哪一届你留？他上的话不合适吧？你上。传太子妃。哼，我就说大夏没男人，位高如太子殿下，还是要躲在女人身后。哼，谁说我躲在女人身后了？没看到我手里有枪？你的意思，武斗你要上？那是当然了。你看我们朝廷都是垃圾，只能我上。殿下，还是我来吧。爱妃莫慌，我是说朝廷除了你我都是垃圾。太子殿下，你要亲自上！你这骨头比老虎还硬，还是比万军还强？你这细皮嫩肉的，还不如我们匈奴的娘们儿！聒噪！3、2、1。21世纪了，要相信科学。怎么可能？巫术，这是巫术！这是何物？此物居然有如此大的威力，破我护体真气，简直轻而易举。公主殿下，要不要吃本殿下一枪？不要，我们输了，认输。之前的9座城池，不要了。好，那你留下来给我当丫鬟。你滚回去，告诉你们可汗退军300里，否则的话，小心我用枪把他的匈奴大军都屠戮干净。你给我等着！回去告诉秦相，他今天没来，我很不满意。还有一些大臣的表现，我也不满意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选拔真正的人才。皇兄，今日你大挫匈奴，3日后便是你的成人礼，到时候我的老师葛红军亲自为你加冕。看来没憋什么好屁呀！他跟葛红军游学，怕是要借葛老打压我。罢了，试试那葛大儒的人品，如果他有用，刚好借他的名气开科举。好，退朝！没想到啊，真让这个小畜生成了气候。这下如何是好？他若要提拔自己人，我儿岂不是更没机会了？母后稍安勿躁，葛老乃是我的老师，更是父皇的老师。平日最讨厌跳脱不守规矩的人，我早在他面前说足了皇兄的坏话。那正好，在他成人加冠礼的时候，让葛老狠狠地羞辱他。
长得倒是挺标致的，要不要当本殿下的暖床丫鬟？你休想！你囚禁我，我哥一定会帮我报仇。报仇那是以后的事了。我要当冠军侯，征服匈奴，先来征服你这个匈奴小辣椒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来吧你！不要！殿下，想不到你们大夏人还如此神勇。这小辣椒征服了之后，怎么还有点痴女？殿下，你文能治国，武能安邦，妾身好喜欢你。妾身这儿还有几个绝对，殿下能跟妾身对下吗？哎，没空了，没空了。今天肯定是没空。今天啊，可是我的成人礼。那殿下今天可要小心，我可听说葛红军会当众考教你学问，让你出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秦相那边说的啊，他早就跟我们有联系。这个老匹夫果然卖国。我可是985的大学生，记了多少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，想考我，那你是撞枪口上了。阁老远道而来，舟车劳顿，一路辛苦啊！一路不辛苦，有三皇子陪我游学，他仁德亲善，学识渊博，如此优秀，又任劳任怨，有他常伴我左右，我哪里会辛苦？阁老所言极是啊！三皇子能文能武，只有在您座下饱读诗书，方能誉满京城。只不过皇帝陛下年事已高，有些昏聩，才让那个不学无术的夏正当了这个太子之位。老夫也有所耳闻，当朝太子监国不到1个月，荒淫无道，私下圣旨，定是胸无点墨之徒。此等昏庸之人，怎能让他做太子呢？葛先生说的对，莫怪我那太子兄长，他自幼不爱读书，只是得到了父皇的宠爱，性格才会如此。荒唐！今日是他的加冠礼，老夫一定要让陛下还有天下文人都看清他不学无术的样子，让他灰溜溜的滚出东宫。太子加冠乃是大夏国大事，今日当着诸位爱卿的面，请朕的老师葛先生亲自为太子加冠。恭贺太子加冠！葛先生著书立说，品行高洁，是大夏国所有读书人的老师，更是朕的恩师。接下来，请葛先生为太子加冠。先生，陛下，臣拒绝为太子加冠。葛先生，这可不是儿戏啊！陛下，太子胸无点墨，不学无术，这样的人为他加冠，那只会辱没了臣的清明，臣宁死不从。陛下息怒，臣也是为了大夏，一个不读诗书乱下圣旨的顽劣，断不能成为我大夏国的监国太子。葛红俊，你糊涂啊！臣与太子打个赌，倘若太子能以沙场为题，写出一首能看得过去的诗词，臣愿意向太子下跪道歉。倘若不能，臣绝不辱没清明，为太子加冠。葛先生，你口口声声说我胸无点墨，不学无术，今天我就叫先生看什么是真正的诗词。太子殿下慎言，阁老乃当朝第一文人，诗词歌赋登峰造极。太子如此说话，怕是会招来天下人耻笑。太子不要冲动，请父皇和各位大臣一起做个证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看看太子能写出什么绝世佳作。小桂子，拿纸笔来。母亲，大喜事！何事？事情进展的比我们想象的顺利太多了。他被葛大儒当殿怒斥了？何止如此，葛大儒说了，不学无术，胸无点墨，当殿拒绝了为他加冕。那太好了。他倒好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面对葛大儒提出来的诗词考核，竟然大放厥词，说什么要教葛大儒写诗词，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？他这么说话，没有脑子吗？那可是当代儒圣，读书人奉若神明的葛红军啊！但凡不是个蠢货，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我看他是太子坐久了，飘了，以为什么事情都能以权势解决。
这次葛先生肯定狠狠收拾他一顿。得罪了葛大儒，就相当于得罪了天底下所有的读书人。一会儿打赌输了，便会引起天下所有读书人的耻笑。他是太子，脸皮再厚，天下的读书人也能把他给掀翻下去。哪怕是老皇帝也保不住他，那可是得罪了所有帝室，还有无数的读书人，当朝的所有文官。哼，殿下到底想做什么？在诗文一道上挑战葛红军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既然是赌约，那就以一炷香为时限吧。不知道太子殿下还有阁老意向如何？何须一炷香的时间？吹牛吧！区沙场诗文，我现在就能写。殿下还真是无知又自大。若是这都能写出来好的诗，那想必猪也能作诗。这太子殿下也是太喜欢表现了。古人云：“七步成诗”，他这是眨眼成诗啊！这要是能成了，怕是要一笑千古了。葛先生，过来看看吧。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台望眼。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。空悲切，大夏旨，犹未雪。臣自恨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。笑谈可以匈奴血，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怎么可能？世间竟有如此绝世佳作！我竟以为太子不学无术，我葛红军愚蠢，愚不可及。殿下，是我瞎了眼，我输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作品？连葛红军都输了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好，好啊！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是太子的才学。还有谁觉得太子不学无术吗？太子殿下之才，我等佩服。葛先生呢？臣有眼无珠，道听途说就冒犯太子殿下，实在该死。如今葛先生可否愿意为太子加官？臣还是不愿。臣才疏学浅，看着这首诗词，实在是没有资格为太子殿下加官。无妨，无妨。先生何须谦虚？我还等着你留下来辅佐朝政呢。有他在，推举科举制更好。老臣愿为殿下效死。好。正好，今日大家都在这里，我宣布一项新国策：3日之后举行第1场科举考试，不论出身门第，成绩优异者可直接入朝为官。太子，万万不可！此事重大，改日再议。我估计这会那废物已经被夺去了太子之位。母亲，今日我们好好庆贺一番。他肯定写不出来，我儿今天就可以好好准备，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太子。我倒是好奇啊，他能写出个什么东西，有多好笑？写出来了，写出来了！没想到他眨眼之间写出来的东西，竟连阁老都自愧不如，居然当朝给他跪下。你是说他不仅赌赢了匈奴使者，还征服了我的老师？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不过他当着满朝文武面说要举行科举制度，引寒门子弟入朝为官。现在满朝文武都吵起来了，居然还有大臣以死相逼。我儿，这是个好机会。对呀，那个蠢货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国策？从寒门选拔人才，那些权贵们怎么把他们的后代送入朝堂？
以前只是秦相针对他，这政策提出来，从外戚权贵到文武百官，甚至是地方官员，都要联合将他拉下，乃至杀死。太子，你可知这些是什么？这都是全国各地发来的弹劾你的奏折，小到九品县令，大到当朝王爷宰相，都在骂你开科举何其昏庸。儿臣知道。连那些已经告老还乡的老臣们都纷纷写信给我，说朕昏庸，选你当太子。陛下，宫门口以宰相秦所会为首的文臣清流长跪不起，国子监奸臣更是在鸣冤谷撞得头破血流。他们高喊着说，他们说太子昏聩，开科举以寒门治国是毁国之根本。对不起先皇，对不起满朝文武，若执意打开科举，他们要全部撞死在宫门口。太子，你听到了吗？父皇，开科举本就是从这些权贵手里夺走了晋升渠道，他们自然会阻止。太子，你所说的科举国策暂缓吧，一旦实施，你要面对的是整个权贵阶层的反扑，连朕都不敢去做。儿臣就是要试试，眼下官员全凭推举，老师带学生，亲戚带亲戚，久而久之，整个朝廷上下全都是眼里没有国家皇帝的关系户了。你要做可以，朕给你机会，但你一定要循序渐进。若成功了，下任皇帝就是你；倘若失败，朕就杀了你。一言为定。你要怎么做？父皇，如今朝廷奸臣庸臣龙蛇混杂，实为素参的关系户更多，儿臣打算先开革一批关系，再推进科举。如何分辨庸臣能臣？让他们上交日报、月报以及每月的业绩目标，这样一来，看谁在浑水摸鱼就一目了然。另外，太子妃的父亲于谦作为知名寒门清流，我已经邀请到宫中做官，相信在他的对比之下，那些权贵会更加的难堪。今日和各位商讨一下科举之事，诸位有什么看法？我反对。我等反对。好，说说缘由。我大夏江山本就是有能者有德者混，那些贱民没文化没才学，只会误了我们大夏。三皇子，寒门也是人，只要他们愿意读书学习，与我等又有何区别？于谦，我没记错，你也是寒门出身吧？今天刚上朝，怎么贱民误以其类了？如今朝中官员都均各司其职，如果平添官员，只会给朝廷增加不必要的开支和用处。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长治久安，请太子殿下三思啊！好了，都不用吵了。既然如此，从今日开始，各位官员将每日所作所为记录给我呈上日报，每月一份月报，谁敢造假，罪同欺君。各位官员对管辖范围之事应该非常了解，处理方式及结果全部呈上在日报里。回禀太子殿下，此事朝廷没有先例，我等没有先例那就开先例，即日起执行。相信大家这些都不是问题吧？办不好的话，滚回家种地，退朝。秦相，你不会真在那儿写什么劳什子日月报吧？三皇子殿下，当真不写日报月报？这可是太子殿下下的诏令。开玩笑，我平常连奏折都懒得写，叫我写什么破烂日月报？笑话！三皇子殿下还是谨慎一些的好，别给太子殿下落下了话柄。最近一段时间看来，太子殿下做事狠辣，完全不在预料之内。我也是父皇生的，我怕他。对，当今陛下的确只有你们两位仅存的皇子。要我看，你也别想，你们一个个的就是太怂了，他能拿我怎么样？三皇子殿下所言极是，那本相就随便写写喽。听说拓跋灵儿的哥哥拓跋基要准备报复他了，
下正的好日子没2天了。来人呐，随便找人把本乡的日报、月报写了。众爱卿，昨日的日报以及上个月的月报可都写出来了。好，辰时起床，4时浇花。秦相，你怎么不把何时出宫也写进去？连秦相都如此敷衍了事，还能指望其他人干出什么好事来？内阁侍读国子监奸臣，居然写的是斗鸡遛鸟逛赌场青楼。好啊，这2位今天都没来上朝，恐怕又是逛赌场青楼去了吧？全是些尸位素餐的垃圾。太子此言差矣，我等皆是朝臣，不管表象如何，心中所想，口中所议，皆是朝中大事，国之大事。太子以为如何呀？哼，那我倒要听听你们聊的是什么国事。三皇子，你的日报呢？皇兄，我那个还没来得及写。没来得及写？琐事繁忙啊。太子殿下下的命令，三皇子，你居然胆敢无视太子殿下下的命令？皇兄，你我乃是同父所生，我可比某些出身寒门的官员要靠谱得多啊，何须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忠诚？这么说，你是觉得自己很忠诚吗？论忠诚度，没人可跟我比。三皇子说得对，太子殿下，如果你确实要用人，满朝的皇亲国戚、勋贵之后皆是可用之人，不必那些粗鄙的山野寒门之子忠心百倍吗？好，那就试试看。好了，都不用争了。既然大家都说自己是一片赤胆忠心，尤其是皇亲国戚，今天就来证明一下自己的忠心有几分。皇兄，我等忠心天地可见。太子，恕老臣直言，你要开科举取寒门，又不相信我等勋贵之行为，你这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呀？秦相，此言差矣。大夏有多少寒门之人？难道我等就不忠心爱国吗？那可不一定，某些人呢，嘴上说的厉害，但毕竟穷生奸计嘛。于大人，自古以来，忠臣是第一位。寒门贱子，生于粗鄙荒野之人，哪有像我们勋贵一样，跟皇家走得如此之近的？更遑论这忠臣二字，欺人太甚！好了，都不用吵了，这油锅已经开了。哪位忠臣愿意伸手将这大夏玉玺从这油锅里捞出来？先从秦相开始吧。秦相乃3朝元老，想必会毫不犹豫第一个冲上来，帮本殿下将这玉玺拿出来。你这油锅滚烫的，你这……哎呀，老臣突然身体不适，年事已高啊。这么说，秦相是不愿意了。那你呢？本殿下的亲弟弟，要不你来？皇兄，这东西怎能让我亲自动手？我去找个小厮，让他来。不，就让你亲自来，这样才能证明你的忠心。三皇子，我给你3个数的时间，如果3个数之内你不把这玉玺拿出来，那你就是抗旨不遵，连同你还有那些皇亲国戚之后的关系户都将逐出朝堂。2、3，哼，什么狗屁忠心！你本流着皇室血脉，最应该忠心不二，现在看来却如此不堪。不，我不服！这油锅，而且还是滚烫的油锅，那手伸进去还得了？我不信他们有人能做到。太子殿下，臣愿意一试。蠢货，这么烫的油锅，你不要命了？于谦，这可是滚烫的油锅，你手伸去半条命就没了。何须多想，皇恩浩荡，我于谦从一介布衣走到如今，是个知恩图报之人。太子殿下下令，我于谦自当以命相国。
这怎么可能？他的手居然安然无恙。太子殿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过是一些小剂量罢了，底下是醋，上面是油，实则温度并不高，倒测出来某些人的忠诚，何其可笑！皇兄，我等皇亲勋贵的忠心。来人，三皇子上对不起皇家，下对不起百姓，还有他的那些皇亲国戚的关系户，全都给我逐出朝堂！太子殿下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三皇子他也是陛下亲生的儿子，你这样做，不仅寒了皇亲贵属的心，更会寒了陛下的心。皇兄，你太狂妄了，只有父皇能处置我。我是太子监国，自然代父皇行权。好，你等着，我跟父皇告状。太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你这样做无非是给寒门剑子们留下空位。可惜啊，你抵挡不住整个贵族阶层的压力。秦相，你在教我做事？你不敢。殿下，听闻你准备开科举了，是吗？这帮老狐狸终究是熬不住了。现在朝廷急需要更多的人才，真正的人才。您虽然大败匈奴使者，但我听闻匈奴可汗的儿子不日便要来侵，照这个架势，我大夏与匈奴必有一战。此时朝堂动乱，怕是不妥吧？推行科举制度势在必行，现在朝廷动弹不得，必须要有一股新鲜血液，来把这歪风邪气彻底的抹杀掉。哇！哎呦！殿下，居然没亲到，可惜了。之前那枪的威力你也看到了，现在要抓紧打造，那可是我们战胜匈奴的制胜法宝。要是给那3000精兵都配上枪，打造出一支特种部队，我定会立于不败之地。前方打仗，如有殿下的武器，定能如虎添翼。是的，到时候没准我们可以一突匈奴，这可是我拜官君侯的机会啊！殿下，您为何一直执着拜官君侯啊？您已贵为太子，怎可拜侯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封狼居胥，拜官君侯，这是男人的浪漫。殿下，下次要亲，还请光明正大告知臣妾，免得臣妾情急之下误伤了你。他这是同意了。小鬼子，现在马上告诉于谦，5日之后京城试点科举考试，寒门弟子皆可报名，记得从优胜者中挑选。这，秦相，听说5日后要开科举了，朝中大换血，我们没机会了。我好不容易向父皇告状，要回官职，回到朝廷，读不如书。况且科举一事，真由他说了算吗？说的倒也是，谁来选，怎么选，还轮不到他来做主。主持此事的吏部呢，可都是秦相的人。是部陈侍郎之子送来了千年灵芝，还有珠宝若干，乃是可造之材。陈侍郎教得好，他这小子的确懂事。我看不如给个榜眼。不妥，榜眼要留给赵大户的儿子，他可是你母亲的人啊。哦，还有那个紫金光禄大夫的大儿子，那老头子前些天将他的庶女送给我。榜眼探花已定，剩下的价高者得。太子还是太天真了，这大夏王朝怎么可能由寒门做主？无非就是想架空你我2人的权利吧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三皇子殿下，这状元之位是否要正常录用，以堵住太子的嘴巴？秦相，科举之后，这大夏王朝便由你我2人掌控，到时候他就是个废物天子，有何畏惧？状元之位就给秦相的独子秦松吧。
那三皇子殿下登基之后，那这天下还真就是咱们的了。这状元之后后8名的位置，三皇子如何定呢？明日我会大摆宴席，谁是前8，谁会落榜，那就要看他们谁更会做人了。三皇子深谋远虑。我祖上起家靠的就是贵族，他居然妄想摆脱贵族，哼，做梦！三皇子所言极是。只有咱们贵族才是一条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子殿下，臣妾听闻一个消息。爱妃，但说无妨。臣妾听闻京城3大才子之一的王良在宫门口辱骂太子殿下，科举之事。竟有此事？他还说什么？他还说太子殿下是昏庸无能之辈，玩弄科举，祸乱朝纲。一派胡言！不应该啊！我搞科举，推荐寒门子弟，应该夸我才对，怎么还挨骂？那王良现在何处？在天牢，他辱骂太子殿下，被宫门口的禁卫军抓了起来。把他带上来。昏君，大夏若是交在你这种人手里，亡矣！出言不逊，你不怕我会下令杀了你？呸！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文人气血不能丢。杀我也是为了寒门子弟而死，我死得不亏。好啊，没想到京城3大才子之一王良，竟是有如此气节。放了吗？你为什么不杀我？你不是说了吗？要为天下寒门子弟出头，我为什么要杀你？你和传说中的不一样，传说中的太子昏庸无能，嗜血残暴。哈哈哈哈！那我就不是太子了，而是城外的野兽。来，入座。你该不会是想趁机笼络我吧？我乃堂堂太子，怎会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？相比于此，我倒更想知道，为何你对我的偏见如此之深？哼，你少招算！你开办科举，招揽寒门弟子，实则暗箱操作。我怎么个暗箱操作？把寒门子弟的试卷调换给皇亲贵族的是不是你？你说什么？如我一个好友，他参加科举考试，试卷被那奸相所换。更可恨的是，连那答卷人也被换成了贪官之子。你们难道不会去告吗？难道县衙门是摆设用的吗？告？哼，怎么告？官官相护，确有此理。我们开设科举，为的就是让寒门子弟成为我大夏的人才。如今看来，我竟然给奸人做了嫁衣。明日早朝，你随我一同去质问负责此事的官员，看看到底是谁在祸乱朝纲。是。看太子殿下的模样，不像是昏庸无能之人，难道大家都被他骗了？太子殿下，奏折上的人员名单，就是此次科举中榜之人。荒唐！这中榜之人，均是前些日子我所革除之人。还有这状元，竟是你儿子秦松。太子殿下，虽然他们入不了您的法眼，但是他们都是大夏的人才，是吗？参见太子。太子殿下，这不是京城3大奇才之一的王良吗？他为何在此啊？王良，不如由你来亲自说说。奸相，你所作所为，置天下百姓于何地？大胆腐化之徒，朝堂之上竟然敢当众污蔑本相，你可有证据？证据早就被你们这些奸人给销毁了，那就是没有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秦松，我来和你商量商量。太子殿下，此时召见我儿，能说明什么呢？既然你儿能做状元，
秦相又说是公平公正。秦松，那你肯定是才华横溢了。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若答上来，我便承认你状元之位，而且还封你做兵马将军。太子殿下三思啊！兵马大将军掌管了天下一半的护肤，若是交给此等昏庸之人，如何守候咱们大夏的国门呢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太子，你不要反悔。你先不要着急啊，话还没有说完。如果你今天答不上来，按大夏律法，徇私舞弊，当斩。你敢杀我？爹还在旁边呢，他们才不会让你入手。何须多言，你问便是。秦松，我问你，这科举的试卷你是如何作答的？秦相，太子殿下问的是你儿秦松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知道为什么你答不上来吗？因为你调换的试卷是寒门弟子胡良忠的。像你这种人都能考上状元，天下有志之士将置于何处？那又如何？寒门子弟出生便注定了他们的命运，就是给我们当垫脚石的。像这样的人，就算是京城三大才子又如何？没钱没势，不是还要看我的脸色？你无耻！照你这么说，我所设下的科举，在你眼里如同儿戏了。反正那些穷酸玩意儿也上不了台面。太子殿下，我儿说话就是直爽。不过他所言正是我们满朝文武所想，大家说是还是不是？是。皇兄，自古以来，入朝为官都是皇家子弟，你自己要从寒门选拔人才，这本身就是件错误。是啊，你想掌管大夏，也得顺应我们大臣的心呢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不听你们的，你们就可以阳奉阴违、沆瀣一气，篡改老子的科举了。太子慎言！我等自有熟读孔孟之术，忠君报国，想不到却报的是如此之果。天王大夏，荒野匹夫，居然敢在朝堂之上胡言乱语！禁卫军呢？将他拿下！说得好！太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爹，三皇子，救我！太子殿下公然在朝堂之上舞刀弄剑，成何体统？闭嘴！我刚才说的，如果秦松答不上来我的问题，就要按照大夏律法徇私舞弊、扰乱科举的罪名处罚。你可以把他交给大理寺啊！你为何如此？交给大理寺，恐怕不到一天，他就会被无罪释放了吧？歌曲公正，不容亵渎，谁敢侮辱寒门之路，老子要他的命！今日秦松必须明正典刑，必须明正典刑！啊！松儿，皇兄，他可是秦相独子啊！啊！你怎么敢？怎么看不惯？你也想来试试吗？不。秦相，逆子如杀子，本殿除去一害，算为民祈福了。夏正，难道你让老夫向你下跪？嫌不成？大胆！直呼太子殿下名讳，问罪要打50大板。罢了，他今天失去独子，本殿下也不便深究了，罚半年俸禄，闭门思过。怎么？难道你也想承认徇私舞弊？你也参与了？皇兄，您真会说笑。秦相一直为大夏付出，辛辛苦苦，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秦相，来日方长。老臣谢恩。知所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于谦，臣在。传我口谕，凡是重榜之人，落实行贿之罪，一并打入大牢，择日问斩。你们不是很有钱吗？来，昨日你们付出的钱，买的就是你们今天的性命。太子殿下，经过臣妾搜寻，这个才是真实的名单。
我刚刚浏览了一遍你的治民赋，不仅详细写了如何管理好百姓，对农商水利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谢太子殿下。像你这样的人才，才是大夏紧缺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安排合适的官职，让你实现自己的抱负。多谢太子殿下。王良，你之前不是说要有文人的气节，不贵我？是臣错了，臣不该怀疑太子殿下。有殿下在，大夏何愁不行？好。见过太子殿下。爱卿，此次驻莽的寒门子弟是否都安排了合适的官职？回殿下，民生与水利各项已经安排好了。如此甚好。费了这么大的钱，教这么点人办事，我容易吗？那爱卿和爱妃此次前来又为了何事啊？殿下当日质问秦松，并将其诛杀，恐怕已彻底得罪秦相了。秦相此人最为记仇，绝不会轻易放过太子殿下的。而且军营实际由秦家掌控，如果他叛变，将会对我大夏不利啊！我知道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这件事情还得有了爱妃了。殿下，臣妾是您的太子妃，这些都是臣妾应当负的义务。太子有什么事，直说便是。殿下，此画作是何物啊？爱妃可曾见过弩箭？当初是殿下吩咐臣妾去建造的。这次我让你建一个巨型弩箭，一旦搭配上黑火药，一旦试射成功，威力无穷。原来太子殿下之前一直在藏储这些知识，恐怕太子太傅来了也未必能参悟透啊。穿越有一句名言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爱妃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慢慢的教你。太子殿下，皇上那边传来谕旨，让你速速前往，似乎知道秦松被杀一事。我知道了。混账东西！你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事儿？儿臣不知，还请父皇明示。太子殿下，您就算对秦相再不满，也不能当着百官的面杀了秦松。那可是秦相的独子，又是军中最大的统领虎贲将军。那请问赵皇妃，秦相纵容他的儿子徇私舞弊，扰乱科举，那该如何处理？皇上，臣妾也只是为了大夏着想，你看太子咄咄逼人。好一杯浓浓的绿茶呀！父皇，儿臣也是为了大夏着想。自从科举以后，真正的有才之士得以上任，为百姓造福，儿臣为百姓着想，难道是有错的吗？太子，你确实是满腹经纶，能够担当大任，但这件事情你真的是操之过急了。儿臣不明白。秦家跟随朕大夏江山，在军中威望甚高。秦相弟弟死后，秦家独苗就为秦松。你现在杀了秦氏一族的独苗，他必定会对朕生起谋逆之心。你现在立刻去向秦相道歉。叫我向奸人道歉，不可能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父皇，天下百姓苦，官官相护久矣。我开设科举，招纳寒门子弟入仕，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。可秦相纵容他儿子私占他人试卷，还把他送上了状元之位。我若不处罚，天下寒门子弟的心可就要凉了。朕何曾不知你的想法，但那是秦相，听朕的话，去给他道歉。儿臣恕难从命。还是听皇上一句劝，去向秦相道歉。启禀皇上，秦相去了军营要反了。快去向丞相道歉，否则你这个太子就别做了。他可有接近5万大军，一旦谋反了，顷刻间京城皇宫就会沦陷，大夏就没了。是，请秦相入宫，
我亲自向他道歉。道歉？我倒要看看他一会儿见到老子的弩箭导弹，敢不敢让我道歉？光凭你一人，恐怕难以说服秦相，不如将三皇子也请来。是，说的是。就按赵皇妃说的做。爱妃，弩箭导弹可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马上交给于谦，让3000多特种兵装备好，不要声张。好。秦相，别意思，他下阵不过是个庶民，就算父皇想要保他，也没机会。当着我面斩杀我儿，今夜要将他卸了太子之位，将他五马分尸。秦相，朕也听说了太子所行之事，今天召你前来，就是特意让他给你赔个不是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太子一意孤行斩杀我儿，赔个不是，难平我心头之恨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太子一意孤行斩杀我儿，赔个不是，难平我心头之恨。这货这么猖狂，反也是迟早的事儿。今天我高低来教教你怎么做人。太子，快去给秦相赔罪。哼！赔罪？他杀了我儿子，仅仅赔罪？陛下，我老秦家接受不了啊！你的意思是？我要让天下人知道他无德无能，自行废立，缓解我心头之恨。太子，去给秦相赔罪。皇兄，赶紧赔罪。赔罪？你也配？好啊！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服软，混账东西！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父皇，此事错不在我，错在谁，谁心里清楚。皇兄糊涂，你话已至此，我也就不念旧情了。是你夏家逼我反的，我们老秦家能铸造夏家，也能由我亲手毁掉。正儿，你个逆子，你糊涂啊！父皇莫急，秦相，你也不用得意的太早，你就真的胜券在握吗？我们老秦家在军中的威望极高，振臂一呼，随众甚多。现在城外有5万大军，碾压个小小皇宫，易如反掌。那你可大错特错了。莫非太子有应对之策？秦相，你也不用套我的话了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可只有一物，名为导弹。调皮捣蛋，孩童话语，在这朝堂之上如何说的？此导弹非彼导弹，只要有此一物，你那区5万大军便会死伤无数。太子殿下，吹牛也要有个限度，知道5万大军为何物吗？幼稚！你知道什么叫摧枯拉朽、寸草不生吗？你口出狂言！哟，看来你还不相信。老夫驰骋沙场多年，从未见过此物。就算有这种神兵利器，也是为我秦家所用。也对，以秦相的见识，不知道此物也算正常。你自到临头，休得胡言乱语！太子殿下，如果您此时向丞相赔个罪，自行废掉太子之位，说不定此事还有转机。你们一个两个都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怎么没有问问我有没有提前准备？你是何意？秦相，你入宫的马车停哪儿了？自然是宫门之外。那你想不想看一看呀？之前说的导弹。好，那你就拿出来让老夫见识见识。好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之前我还怕吓着你。于谦，发射！秦相何必行如此大礼？秦相，
这会儿你的马车应该已经被轰成碎片了。一派胡言！老夫的马车乃金铁所铸，怎么可能轰成碎片？皇兄，你吹牛也要有个限度吧？回禀殿下，臣方才派人去现场勘察，整辆马车上只剩下这块铁片，请殿下过目。秦相，这上面的标志好像是你秦府的呀，要不要看看？秦相，这似乎有点眼熟。确实是我马车上秦府标志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正儿，这导弹居然真有如此威力！父皇若是不信，可以问问于谦。回禀陛下，太子让我们研究的导弹威力巨大，不仅将秦相的马车轰成碎片，方圆2公里之内的宫殿尽速起火。这还是剂量小了，如果要是炸药足，就算是整个皇宫也能炸飞。竟然有如此杀伤力的武器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秦相，导弹的威力你也见过，但如今你还想怎么样？我还有机会！拓跋金正带着10万匈奴大军南下。好啊，那我就跟你打一个赌，1个时辰之内，你说的那些匈奴铁骑将全部溃败。不可能，那是10万匈奴铁骑。秦相，我之前就说过，时代已经变了，你说的那些匈奴怎么能挡得住我的枪？还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暗中跟匈奴勾结。启禀殿下，3000重兵已配备精良武器，在宫门口集合完毕。来得正好，秦相，这下你该相信我有后手了吧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讲？后手？就算你有后手，这3000兵力如何跟10万大军作战？秦相，你还真是孤陋寡闻啊！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一切恐惧源于火力不足。管你什么火力不足，就凭你3000兵力，翻了天又能玩出什么花样？丞相还很擅长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既然你瞧不起，那不如答应我的赌约，1个时辰之内，匈奴必败。好。你必败无疑。陛下，匈奴铁骑已到达城门外，与3000特种兵相对，只是人数相差悬殊，恐怕情况不容乐观。区一个侍卫分析局势都比你们明白，你还要做垂死挣扎吗？秦相，我的特种兵可都配备着导弹，这导弹的威力你也见过。就算你们配备了导弹，可那是足足10万大军，撑死你也打不过。秦相，不妨我们再等一等，我看你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呀。等什么？等你全军覆没的消息吗？启禀陛下，京城来报，面对匈奴来袭，特种兵使用了步枪，匈奴死伤将近1万人。不可能！秦相，别慌啊，这才只是开胃小菜呢。你怎么回来？不是让你镇守国门吗？回禀殿下，臣已经派人镇守，然后回来传消息。底下的人能搞定吗？算了，先说说你的消息。回禀殿下，我方特种兵用炸弹投掷，匈奴死伤4万多人。听起来还不错啊，继续保持。哎呦，秦相，你怎么慌了呀？难道天要亡我？秦相，做人呢还是要往好的方向想，万一还有机会翻盘呢？不是还有5万大军吗？启禀陛下，弩箭导弹已经发射，那帮匈奴全军覆没，10万大军一个都不剩。啊！什么？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小儿，你休要欺我！相爷死了，匈奴全都死了，5万精兵听到匈奴溃败，也都散了。
要我赔朕之罪！啊！秦左会，你精明一世，没想到你临死还侮辱乌江霸王的遗言，真是可悲可恨。如果你要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于蒹葭在，带领3000特种兵踏破匈奴土地，1日之内我要听到好消息。是。如何？幸不辱命，臣已将我大夏旗帜插到了匈奴的国都。当真？当真？玩灭了匈奴？回陛下千真万确。正儿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父皇，封侯本我意，匈奴四海平，儿臣想要一个封号冠军侯。你贵为太子，真可封侯。陛下，冠军侯一直是太子殿下的志向，说这是男人的浪漫。侯爷只是你治下的大臣，我儿想要称号，朕就封你个冠军侯，比冠军侯多一点，以彰显你的身份。登基可称冠军元年。父皇，儿臣的第2个赏赐，想重新迎娶蒹葭，我要让她在万众瞩目之下恢复她的身份。好。